家好，我是韩国东东。今天开始之前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：今天化过妆的人有多少？请举一下手。今天没化妆的人有多少？我到时候要看看。同样的问题，我跟韩国女生问的话，男女生问的话，肯定我化过妆的人更多很多。今天我想讲的就是化妆的这个问题。大家也能看出来，今天我也是化妆了，能看出来是吧？画了眉毛，然后气垫，然后眼线，然后eyeshadow 眼影画了，然后口红，然后其实没有啊，睫毛膏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以前我做了个视频，就是回答大家对韩国的问题，然后我就记得有个同学问过我，在韩国如果女生不化妆，是不是不让进教室？当然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怎么说，这就不会证明了，其实韩国女生特别爱化妆。韩国社会内确实有那种不化妆的话，有一点。比如说今天我要去见一个人，然后我没有化妆的话，对方也许会觉得，如果我们不是老朋友的话，对方可能觉得我有一点没有礼貌。但是最近韩国的气氛就稍微有了变化，很多女生突然发现用在化妆的时间太长了，而且有的时候自己不想化妆，很忙或者是很累，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还要化妆出门，所以很多女生就觉得我这时候为什么还在化妆啊？中国呢，当然有很多女生她们也爱化妆，但是不管是学生还是上班的人，她们都是完全素颜，但是她们可以自信的出门。大家好，我是东东，在上海的特派记者。街上的女生一般不化妆或者化淡妆，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出来玩的话，化妆的几率会大一些。一般上课的话会比较少化妆。服务性行业基本不化妆，除非从事美妆或者是时尚行业。来自小雨，上海报告。中国呢，不管是女生也是男生也是，自己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而且自己不想化妆就不化妆，虽然男生真的很多都完全不打扮，虽然有这种，但是按照自己来的这种气氛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。其实韩国内对于女生要求的更多一些，大家可能不会相信，在韩国的星巴克，有一位顾客看到一个女性店员她没有化妆，然后这个顾客就进到星巴克的网上举报这位女性店员说，有个女性店员她没有化妆，我感到有些不舒服。然后星巴克就回复这位顾客说，很抱歉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们会处理这件事情的。我记得这不是自动回复，是加进了几句，您对这种容貌不端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，我们会赶紧处理的。我不知道我化不化妆跟我做咖啡给你咖啡有什么关系吗？可能咖啡的味道不一样啊。从这件事情就能看出韩国特别重视女生化妆，而且像在这种服务行业呢，几乎想象不到女生不化妆的情况。所以呢，最近才会有很多的女生开始说，我们要自主的打扮自己，我们想化妆的时候化妆，不想化妆的时候请放过我们吧。我的话，我一般出门的时候30%不会化妆，70%会化妆这样的。其实我是一个比较爱打扮的人，我很喜欢穿很多衣服。但是我准备要拍这个视频的时候，突然想起来我很久以前在杂志上看过的一段话，那就是一个70多岁的时尚女人、时尚领袖70多岁的时尚领袖说过的一句话，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所以我拍下来了。当时他说，让别人看到最好看的自己，其实是一个对人类同志们的义务。
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观点，我能理解这个人有这种想法，虽然我不是100%同意的。好看是一种好的事情，不管是你的外貌还是你的情绪，不管你的外貌怎么样，体型怎么样，穿搭怎么样，你的某一方面能给别人带来好的影响的话，是很好的。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，有很多人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化妆？你为什么不化妆？在过去呢，韩国的各种产业对女生就一直在说，你要这样，你如果没有5个以上的口红，你就不能叫女生；你如果不管理怎么就不是称不上是女生。就这种广告太厉害了，其实是在抢别人的钱。这种营销手段在中国也有，也能经常看到，但我至少能看出大部分的女生都是自主的选择。你上学不化妆，你的前辈会说你没有化妆吗？像我过去的那样。韩国的女生们，我觉得很棒，就是一个很新的转换。所以今天我只是传达了一下韩国有这种气氛，能打扮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快乐，我是这样想的。但是如果那种打扮成为义务的话，疼死了！今天还要上班，但是我今天竟然还要化妆，其实就真的，不管穿 street fashion 还是穿性感的 fashion， 希望大家能天天都快乐的打扮自己。拜拜。